越是艰难的时候，越是修心的机会，越是危机四伏，越有可能赚到大钱。一位名人曾说过，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，因为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压力测试，每一次洗牌都为下一次繁荣埋下伏笔。经济就像坐云霄飞车，总会有下坡的时候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是正常现象。当经济爬到顶峰一片繁荣时，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，买房买车，购置高档用品，从不担心口袋里没钱。花完了再挣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赚钱不是很简单吗？但经济低迷时，大家口袋空空，工作难找，工资缩水，生意普遍不好做。卖东西的人多，买东西的人少，不管贵贱都卖不动，日子一下子变得紧巴巴。经济学家研究过，经济大约每10年会经历一次循环，好日子过腻了，就得来点苦日子调剂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日子过得太得意，埋下了苦日子的种子。比如前几年房价涨得离谱，大家争着借钱买房，开发商拼命盖楼，银行放贷款跟不要钱一样。后来怎么样？房子盖得太多，买的人却没那么多，贷款还不上了，银行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收紧资金。结果房子卖不动，建筑工人没事做，大家不敢花钱，经济就哗啦啦往下掉。这不就是乐极生悲吗？所以经济变差，有时候是因为之前太顺了，顺到大家都忘了踩刹车。再比如这2年，大家都在抱怨生意难做，旺铺转让随处可见，商场里空荡荡的商铺一大堆，餐饮行业更是苦不堪言。人去哪了？钱去哪了？有人说是电商和直播把经济搞坏了，其实电商和直播只是提升了生活效率。有钱的不花，没钱的花不起。街上商店冷清，东西卖不动，老板赚不到钱，只能裁员，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。我有个朋友在杭州开奶茶店，前几年生意火爆，节假日和周末都要排长队。那时候经济繁荣，大家舍得花钱，累了就买杯奶茶犒赏自己。但这2年生意一落千丈，每天卖不出20杯，房租还涨了，员工都养不起，他只能亲自上阵。再这样下去，撑不过半年就得关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家没钱了，附近办公大楼的白领被裁了一大半。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，有钱的不消费，没钱的消费不起，经济想好起来就难了。老板们抢生意抢得疯狂，银行却捂紧钱袋子，技术越来越牛，可人却失业了，大家都害怕，谁还敢花钱？经济就像月亮，有圆有缺，低谷和高点总是轮流出现。现在房贷压身，日子紧巴巴，年轻人找工作像挤独木桥，但这不过是周期中的一段考验。熬过这段时间，压力会散去，机会会冒出来。挺过这个寒冬，前面就是春暖花开，你觉得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别只盯着眼前的难处，攒点小钱，给自己一点信心。经济会回暖，日子会变好，熬过去，我们都能笑得更开心。等着好日子来敲门吧。经济萧条时，反而藏着更多商机。熬不住退出的人多了，竞争变小，机会就空出来了。赚大钱靠的不是智商和勤奋，而是强大的意志力和时机。有时候你刚离开，财运就来了；有时候你刚进来，经济却在下行。比如这几年的直播行业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人亏得一无所有。我有个朋友想开公司招主播卖货，我劝他别盲目入场。直播确实是个风口，但不是人人都适合。没有资源、经验和人脉，进去多半会被割韭菜。直播需要强大的供应链，有实力的主播，雄厚的资本和运营经验，这些他都没有，拿什么赢？现在直播竞争已经白热化，难度更大了。我建议他做直播培训或卖直播设备。后来他在闲鱼低价回收2手直播设备，转手卖出赚1半利润，半年赚了10多万，现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还招了代理帮忙卖。
其实经济越差，越容易赚大钱。市场有需求，你就能找到钱，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，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比如现在大家都觉得钱难赚，最需要的是增加收入。在网络时代，副业成了热门话题，大家都想多赚一分钱。结果做副业培训的人发财了，像闲鱼电商培训、某多多培训、抖音培训、小红书笔记、公众号写作、自媒体赚钱等等。我前2年报了个闲鱼培训，那个老师1年收了800个学员，每人收费1288元，1年就赚了100万，买了第2套房，还换了辆宝马车。真正会赚钱的人从不抱怨环境，他们会培养迭代思维，既能构建体系，又能利用社会资源杠杆，这3招在手，势不可挡。赚钱不是日复一日的苦干，而是靠正确的选择，不断尝试，直到撞上好运，一次赚回大钱。竞争肯定存在，在我们国家，你不可能找到一片无人问津的净土，你得学会向上爬，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。直播很红，但你可以不做直播，而是做直播周边产品。就像有人说的，挖金矿的人赚不赚钱无所谓，我卖铲子的肯定赚到了。科技一直在更新迭代，每一次危机都是繁荣的前兆。如果大家都缩在角落里，那搭上这趟车的人就只有你一个。先完成再完美，用最小可行行动，比如写50字，启动任务，打破对高标准的恐惧。所有山穷水尽的背后，都藏着峰回路转。我们要做的是锻炼身体，调整心态，静静观察，努力发现和享受当下生活中的美好，然后等待更多好事发生。好事当然会来，事情不会一直糟糕，总会回归平均水平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